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前面的节目我已经把太阳、行星、月球、小行星带、柯伊伯带、奥尔特云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种另类的小行星——特洛伊小行星。看过我的那期关于冥王星的节目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我在向大家介绍国际上关于行星的定义的第3条，也就是行星要有能力把自己轨道上的其他天体清除干净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提到不包括位于自己轨道上拉格朗日点上的特洛伊小行星。冥王星之所以被从行星的行列里除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点。可能在当时就有朋友会有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特洛伊小行星？今天咱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太阳系里的这些行星轨道上应该已经是干干净净的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就拿最具代表性的木星来说，在它的轨道上其实一直就存在着大量的小行星，就像现在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这样。目前观测到的木星特洛伊小行星就有上千颗，根据推测，它的总数甚至可能和整个小行星带的小行星数量不相上下。当然，它的总体质量要比小行星带上的小行星差了不少。按理说，像木星这么大的质量，引力非常巨大，应该能够清除自己轨道上的其他小天体啊，或者至少也应该把它变成自己的卫星吧。怎么又还会有这么多的漏网之鱼呢？既然这些小行星能够长期稳定的和木星共轨，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们和木星的公转周期一致，并且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没错，这个位置就是拉格朗日点。我们都知道，三体问题是一个无法精确求解的问题，除了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就比如拉格朗日这5个点。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2个天体间5个拉格朗日点的示意图。图中拉格朗日 L1、L2、L3 都在2个天体的连线上，这3个点相对不是特别稳定，小天体想运行在这儿仍然需要消耗少量的能量保持其轨道，而 L4、L5 这2个点是非常稳定的，适合自然聚集的天体。假如已经有2个天体稳定的在绕行，就像木星围绕着太阳运动，这个时候如果有第3个小质量的天体加入进来，它只要位于这几个拉格朗日点上，它们所受的合力的方向会指向系统的复合值心。如果此时它还在以特定的速度运行，也就是保持着公转周期和木星相同，那么它所受到的引力合力正好会充当向心力，于是这3个天体基本上就可以保持相对静止的稳定状态。拉格朗日点不仅存在于木星和太阳之间，事实上任何2个天体之间都存在这5个拉格朗日点。就比如地球和月球之间的5个拉格朗日点，其中的 L2 点就被用来作为鹊桥卫星的运行位置。当嫦娥4号和嫦娥6号在月球的背面着陆的时候，鹊桥卫星就能够利用自己的位置优势，在地面和嫦娥之间起到中继通信的作用。另外，像地日拉格朗日 L2 点，由于正好处于地球太阳系统的引力平衡点，并且在地日连线地球一端的另一侧，运行在这儿的航天器会非常节省燃料，而且在这里也不会受到地球、太阳的干扰，因此非常适合长期工作的太空望远镜。目前韦伯望远镜就工作在地日拉格朗日 L2 点上，而地日拉格朗日 L1 点则非常适合布置太阳探测器，像 SOHO、ECK 都运行在这里。又有点扯远了，咱们还是回到特洛伊小行星。木星的特洛伊小行星位于木日拉格朗日 L4 和 L5 这2个点附近，因此可以说它们就在木星的轨道上。在这个位置，由于引力平衡，天体的质量再大也无法清除这里的小行星，所以在行星的定义中，关于清除其轨道附近区域的这条规定才加上不包括特洛伊小行星的补充。关于特洛伊小行星的形成，
如果说像木星这类的行星都是太阳系形成时留下来的边角料的话，那特洛伊小行星很可能就是这些边角料的边角料了。不过，它们究竟是在木星形成时留下来的，还是被木星引力所捕获的，目前还真不太好说。如果能够对这些小行星进行研究，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2021年10月16号 ，NASA 的露西号探测器发射成功。露西号任务是人类首个特洛伊小行星探测任务。在接下来的12年里，露西号将先后造访8颗不同的小天体，其中7颗是小行星，另外1颗是小行星的卫星。由于露西号任务属于 NASA 发现系列的小任务，预算非常有限，所以它没法像旅行者号那样采用核能供电。因此 NASA 就为露西号安装了巨大的太阳能电池板。除了在能源上的考虑之外，科学家对它的飞行轨道也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想要达到木星的轨道，就必须要穿越小行星带，所以露西造访的第一个目标其实是位于主小行星带中的一颗小行星。此后，它将离开小行星带，继续向外太阳系飞去，预计在2027年到达木星的轨道。随后，它会花1年左右的时间，先后造访 L4 这4颗特洛伊小行星以及1颗卫星。接下来，露西号会先离开木星轨道，飞回内太阳系，借助太阳的引力弹弓效应加速，等再次到达木星轨道的时候，就刚好进入了 L5 的范围。整个露西号任务预计要花费12年的时间，但由于是太阳能供电，所以只要不出现故障，工作期间的供电应该不是问题。除了木星有自己的特洛伊小行星外，像海王星、火星、天王星，包括地球自己，都有自己的特洛伊小行星。只不过目前观测到的木星的特洛伊小行星的数量最多罢了。但更远处的海王星，虽然目前我们能够观测到的特洛伊小行星的数量有限，不过根据估计，海王星轨道上的特洛伊小行星的数量要比木星还要多，甚至要高出一个数量级。而在内太阳系的火星和地球轨道上，特洛伊小行星的数量相对来讲就要少多了。比如地球，直到2010年，天文学家才发现了第一颗地球特洛伊小行星2010 TK7。这颗小行星的直径大约是300米，目前位于地日拉格朗日 L4 点附近，距离地球至少有地月距离的50倍。虽然这颗特洛伊小行星目前看起来运行稳定，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和地球相对静止，而是一方面在公转平面上以与地球同步的速度绕着太阳运行，另一方面在垂直于公转平面的平面上做圆周或者是椭圆周运动。这两种运动叠加在一起，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一种震荡，而且它的运动轨道也会发生变化，甚至有可能会运动到太阳的背面，接近 L3 点的附近。更有研究者认为，在很久以前，它可能还位于 L5 点的位置，后来通过 L3 点运动到了现在的 L4 点位置。总之，它的运动非常混乱。除了2010 TK7， 2020年12月，天文学家发现了第二颗地球特洛伊小行星2020 XL5。这颗小行星位于地日拉格朗日 L4 点附近，不过数据显示它是一颗临时的特洛伊小行星，它先前应该是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的，将来还会离开地球的轨道，但这个将来至少是4000年以后的事情了。地球的特洛伊小行星目前就只发现了这么2颗，为什么地球轨道上的特洛伊小行星这么少呢？抛开地球本身质量远小于木星这种巨行星的原因之外，观察角度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从地球的视角来看，因为太阳这个强光源的存在， L4 和 L5 这2个方向的小行星是很难被发现的，想发现就只能利用日出前和日落后那一小段时间。除此以外，再想观测地球拉格朗日 L4 和 L5 点，就只能发射探测器在太空进行观测了。可惜的是，直到现在好像还没有人类的探测器到访过这里。目前
日本的隼鸟2号已经完成了它小行星采样送回的主任务。现在，隼鸟2号又被赋予了探测远地点附近小行星和拉格朗日点附近区域的任务，希望它能再传捷报。另外 ，NASA 有个 INSPIRE 计划，该任务计划探测地日拉格朗日 L4 和 L5 点的环境，以研究潜在的小行星和尘埃，但这一计划一直尚未得到实施。希望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能够尽早推动这项计划付诸实施吧。好，关于特洛伊小行星，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